谢。好，那我们今天就欢迎那个王贵安老师进行今天的演讲。谢谢东阳主任要我来讲一次那么因为我2年半以前我是台南后壁出生的，然后初中是念新营中学，高中是嘉义中学，所以李丰茂老师是嘉义中学就高我一班，后来一直到政大反正都是我的学长。那现在我在2年半以前就是被我们台南后壁夏家东他有一个泰安宫拜的是妈祖，另外一个是金钟庙拜的是岳飞2个庙很接近，所以我们这2个庙他们有成立一个就是叫做泰安金钟文教基金会当然就是比较有点宗教性质的。不过那么他2年半以前他们找到了我，为什么会找到我？刚才跟东老师讲，就是大概差不多4年前，我跟李必德老师、李丰茂老师、郑荣义老师，还有赖桂山老师，还有徐福全老师6个人这个就是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他们就包了一个工程嘛，就是那个蓝坤生戴天府他们用的签诗，那么需要整理，所以我们就帮他做校正那这个各方面专长的人集合起来，很认真的把它当一门学问从文本先把它文字校正来，这个很重要嘛，不然你如果真的有机会，你看到签诗，你帮人解签诗，那字错了，那你怎么解呢？对不对？有些我也想一想，这个神仙也解不出来，对不对？就会这样。因为其实东阳讲说我改变了。但是那个态度没有改变。我原来搞文献是对古籍，我们传统的古籍，这是比较我们如果是用你们的那个那么这个就是雅跟俗来说的话，我认为原来是雅。但现在这2年半以来呢，我被拉回去以后，然后就是开始在整理签诗，先把那个文本把它弄正确了，然后为他做注解，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就开始办签诗学院来招很多学员。我们现在明天后天是第7场，在嘉义那么这个就是九华山地藏庵2天6门课程，那就是招了。这次报名应该是58个，反正不一定每一个都来，当然大概会有50个人。那我们2天的训练，其实目的是干嘛？培养解签诗的人才。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寺庙内政部登记大概有13500座没有登记就不知道多少了有内政部登记的话呢，13500座。那大概我的初估了，大概有3-4千家是他们有设签诗签筒让人抽签，但是很多寺庙没有办法有这种专业的解签人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然后讲到签诗，如果以前的话我们受的比较多的传统的文化的熏陶，你读过汉娥或者什么，就是不一定是要中文系出身的，就你总读过一点点中国传统的，你从诗俗里面读了一些45经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看懂。它虽然不是很文言，但是它还是那么这个里面有典故了，有甚至有的还蛮接近我们的古典诗的品质了像60甲子签，当然那么这个有很多都是平仄不合，也不真正的严格押韵的，但是也有像我自己是后壁安溪寮，我安溪寮就是泉州安溪县搬过来到台湾200-300年，都整个村庄大概有3个，都是姓林的，他们现在还有祠堂，每年还要祭祖。那我这姓王是外来，我的阿公是从隔壁村被招赘到林家来，所以好，在我们安溪寮有一座寺庙，就叫福安寺，它的签诗很好玩。我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夏家东有一个岳飞庙叫金钟庙，它的
那个签诗，你如果注意一下，它是长头诗，而且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客制化。它的长头诗不是我们想，比如我安息我们拜了清水祖师，它是用那么这个清水祖师神咒那么按照神咒这样下来，那就每首诗的第一个字，你把它拍下来就是一个咒语。但是我们那边不是，很好玩，它是台湾省嘉义县，然后下嘉东怎么的，变成用这种方式，所以它是听说是我们那边是胡乱出来。那个金公庙更好玩，他说是在清朝，大概乾隆嘉庆的时候，反清复明，然后在台南就失败了，被抓到把柄了。那个师傅他带了一些徒弟，准备要反清复明，就被发现以后，就刚好当时的那个在台南府的那个知府跟他是好朋友，结果他就最后只好说：好，那这样子，我承认我就是这个反清复明的头，但是他自己负责，其他他的所有的名册等等，他把它毁掉，让他的徒弟等等就离开了。有一个徒弟就到了下嘉东，到金钟庙那边去，然后投宿在那边。他说晚上他就在那边写签诗，所以他是写下来大概56首还几首，就是每一首都是他这样慢慢写出来的。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长头，但是他是用台湾省嘉义县，甚至更早用诸罗。对不对？嘉义前出口，所以你看它这种东西，好，那这是讲签诗，但是问题是它的流传到现在也有200年以上了就是明正不久嘛那么400年，那到了乾隆时期那么康熙、乾隆嘛，那再晚一点，所以流传到现在至少200年以上，那它还有。大概它是有同治时期的用木板雕刻的签诗的那个印版还在，那个版还在。但是问题是后面有很多都是重新排版。当然你知道，在整个签诗的流传跟古书的流传其实很类似，在流传抄写久了以后，文字开始会出现那么这种分析，甚至可能会产生错误，一样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讲说，原来我自己在台北大学，我到台北大学是2002年去，原来是在东吴大学，所以才会讲东阳老师他东吴做，我怎么会知道原来我本来就懂。2002年到台北大学办了一个古典文学学研究所，我是创所说的古典文学，就是对古籍的目录、版本、校刊集这些东西。所以一开始我是校古籍。希望把它回归到比较正确的可信的文本。那现在呢，我处理的对象是民间流传的签诗，它的出现的问题，文字的讹误，其实跟古籍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同样是60家的签，你如果注意一下，你住家附近几家寺庙看它什么签诗都一样，不管是观音白手签还是那么这个关圣帝君的签也是白手的。不同的寺庙，它用了签诗的文本，你来对一下，一定会有错误。但有些是可以通的，但有些其实我们常常讲的古书，我就说排版守民之物。事实上，我们讲有时候那个物不是守民排的人没有问题，是因为他拿到的底本已经错了。有的真的是排版工人刻你写的时候写错了，他就刻错了，那写的人问题。但写的问题是他的底本的问题嘛？那我们现在一样吗？我当时那么这发心我要捐我们这个寺庙的这个整个60首的诗，这一次所有的印刷费等等这些东西我来负责。但
你拿到了底本给那个排版工人，你的底本如果已经有问题，他排的当然会弄错。有时候字形很接近，是真的检字功能，现在当然没有，现在是电脑输入了，一样会有这种问题的，字形很接近的弄错了啊。所以我现在是也继续教五级。因为我的太平广记会教300万字，明年山东大学他们会出版，文本200万字，我做了一个会教300万字。现在每一天我大概都晚上12点才睡觉，因为要300万字，要本来答应说啊9月底要教完，结果教不完，10月底也教不完，11月底我说可能可以，但是现在不敢说为什么。后来因为有一位博士后，山东大学博士后，他当了那个人民出版社的编审，结果他提了很多问题，要我认为说是我错了，或者我要回答他看不懂，真的会昏倒。就问题太多了，我变成每一个地方他只要提出来说，这边可能是错了，我要回应，然后告诉他都是你错，不是我错，就这样子。但是你必须让他服气啊。所以有时候我要花很多时间，事实上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没有问题，是你觉得有问题，结果我还要回答，不然的话他不服气嘛。因为给我的稿件就是这样，上面都标了很多，不可改，不可改什么，他还很肯定，这里不能改，那里不能改。我说当然可以改，我有理由改，不然的话搞了几十年太平广记是收集了那么多资料。我的证据在哪里，对不对啊？那是一回事。好，所以白天晚上，其实我还是在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太平广记。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教签诗，还有就办签诗文化讲座。好，今天就在讲这个。是那个这个，对吗？电脑在对那边那个 OK， 这个吗？对着它，对哪里？对，打底一下，没动啊，左边我开了，我开是可以，没有，我签诗跟我生气了，讲了太多题外话。不行啊，好吗？我用手控，老师只要老师你用口那个好啊，你可以写对，或者是点一下就完了。老师说下一页看一下。好了，第一个题目用华文，其实当然你也可以用，反正是汉字为主的啊。但是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文字的签诗呢？有的，藏文，他们有啊。当然不是我们的现在用的这些签诗，他们有自己的签诗。日本有没有？日本也有。你如果到了东京浅草寺，浅草他们观音寺，他们也有汉文日文对照的，他用的是中国的。南宋的时候做出来的白手观音诗那时候是天竺就是现在可能我猜应该是杭州的灵隐寺之类的。南宋等一下我们介绍到天竺签诗100首，而这个东西从大概宋元的时候就传到日本去，到今天你如果到了浅草，他们的寺庙先抽出来签，你仔细看，他的汉字写的签诗就是我们南宋以下一直到现在流传的一种古的签诗100首。今天早上我在台北大学，他们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就中国文哲现代诠释，来了一个我的老朋友，他是韩国来的，他是台师大的博士朴宪圭，我就跟他问说，那你们韩国呢，有没有流传我们的汉字的诠释？他没有办法很明确跟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有华人地方有华侨，他们大概关帝庙啦，对不对？他跟我讲几个嘛，一个关帝嘛，一个妈祖嘛，对不对？他们还拜孔明，也拜岳飞。那我想，不管是
首尔或者是大邱，或者是再到釜山，只要有华人地方，通常有寺庙，很可能有签诗，他们就会去抽签。我就说你回去帮我再留意一下。或现在有很多，包括在首尔的关帝庙等等都移开了，甚至有一些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法器等等呢，可能放到博物馆去。我说不管，你帮我去看看他们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内容如何，我想要了解。虽然在福州的林国明教授他也谈到了一下，比如我们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有华人在新加坡，他们一样寺庙公庙里面一样在使用那么这个签诗像这样好，所以那么这个签诗我们讲汉文，因为现在讲这个中国好像蛮敏感，不过事实上中国当然包括很多东西。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教了文学史教了17、18年，我教了文学史，其实中国文学史是应该汉文文学史。你有没有介绍过藏族的？有没有介绍过蒙古的？有没有介绍？没有啊，对不对？满族的文学史有没有在里面？没有啊。你的中国文学史事实上是不完整的。大家学了一辈子，全海峡两岸都在讲中国文学史，有几个老师会讲？所有的其他的不同民族的文学史，他也要介绍。不然的话，我的老师，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谭金龙谭老师，他老师是鲁迅，鲁迅就一部书就叫《汉文文学史》，汉文学史，他就叫汉文学史，他们也叫中国文学史，他叫汉文学史，就汉文学史。所以我们学了你念完博士，你念的还是不是真正中国文学史，你只是汉文学史。同样的，我们的签诗基本上有汉文，但是我知道有藏文。如果这边有藏族的话，注意一下因为大陆上后面我们也讲到，有一位博士，他就是藏族跟汉族的签诗的比较所以是有的。那当然，在海外大部分基本上还用汉字的在这个我刚才讲了嘛，对不对？他们前朝他们用的汉字旁边才汉文那个日文翻译嘛。那更早的话根本不用翻译，它只是训读了但现在大家那种汉字阅读能力越来越差，所以是这样。好，那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华文签诗就好像我们在讲文学一样。现在你讲中国文学，好像那么在海外的文学你要怎么说呢？就叫华人嘛，就华文文学好了，对不对？一样嘛，我们叫华文系什么？但是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了。其实我们华是中华的意思，是中华民族的意思，跟政治是没有关系，是文化的是一个。那么这个我们就用华文了。其实，如果你是中华的话，中华民族也有5族、几族都有了。中国大陆你看多少族，他就认同中华。你也知道我们所谓那么夷狄之辩这个观念是，只要你承认这个中华文化，认同你就可以，我就是中华民族，跟你自己的族你是那么这个卢凯族什么族是无关的，这是文化的认同，这是一回事好，那我们就来讲，那我们讲的签，现在基本上讲的是运签，抽签抽的也是运签。但我小时候，我们寺庙里面有2种签。一个是运签，一个是药签。有没有抽过当然有。现在大部分他们还保留一点点，但是不能公开。为什么？因为大概民国87年，我们的卫生所已经禁止他们那么再让这些信众来抽药签，然后到中药房去抓药。对不对？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哇，密医呢，对不对？你违法。当然，老讲那个药签吃不死人的，它能够治的病都是小病的，都是很温和的药草，然后心里觉得蛮安慰的，好了一半的，其他还是要看医生对不对？所以但是现在基本上只有很少数，我后面会提到一下下。有几个中医师他们在整理中国医药大学、中国医药研究所，他们有人讨论过药签，分析药签
但是一般你到寺庙里面是看不到，为什么？因为它摆出来的话就是违法，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签其实就是运签，就这样子啊。好，那后面讲第二段是在讲这个签诗，中国的签诗什么时候开始？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签诗基本上很接近五言绝句，或者是七言绝句，大概是这样。所以大概你想，五言诗在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已经有了4言5言，七言比较流行的啊，当然要到唐五代。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啊，5言7言，基本上我们发现，哎。这些签诗产生的年代差不多也就晚唐五代，大概是这样哦，没有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点，因为这些东西在民间流传，一般士大夫是不会那么关心，而且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文学的那个文学的题材，你要追它的源头都是很困难的，是大概什么时候？所以就在北宋文营，他的《玉壶新话》就曾经记载，北宋初年有个宰相，他很小的时候，就是5代的时候，他到一个公观，一个道观，那个道观大概废了，为什么？因为变成教小朋友的私塾了啊，他就跟同学在那边就那个。签筒还在，上面签诗还在啊，他就也去跟他抽了一根签，他又不太试吃，他拿回去给他爸爸，他爸爸就知道啊，那么这个20个字啊是什么意思？所以就表示说，在5代时期，大概那时候那个道观是在湖南这个地方啊，他就已经拿到这签诗，用竹子做的签诗回去，让爸爸帮他记，而且这个签诗会被记录下来，是因为连月了，这里面的预言最后都兑现了，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大概讲的说，为什么这个是晚唐5代是有个考证，但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第3段讲的是这个签诗，它一般4句，文字简练，但是里面大量使用典故隐语。那么就隐藏的就是话中有话，还有双关语，还有奇异语，就模棱两可的这种文字呢，它很有弹性，就你要怎么解，大概都可以说得通，不会死板板的。这个会讲到，你要解签诗，你要看人了，看什么人，问什么事，然后你怎么来引导他。这个很重要，所以其实我现在不是那么样，我自己很少抽签的，但是上个月我正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明年我们要在嘉义县办市场，那我正要在准备，我要去就是明天。要讲的这个60甲子签因为那个地上兰他们用的是60甲子签，而我要回头上个月是在我们夏家东泰安宫，他也用60甲子签，但我告诉大家说，我这些资料这些基本上我参考的是泰安宫的60甲子签，它有个网址，就我用那个网址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我就开始用60甲子签，结果。在那边的搜寻的跑出来是新港奉天宫，他们的签诗，那我就想，哎呦，新港奉天宫就是明年我要找的第1家了，我就上网上抄签，第1支签没有圣杯，就告诉我再抽一次，结果3圣杯，就跑出来1首。姜太公钓鱼的有关的，就讲那么他要到80岁，这么一首，好像第34首。那我们后面我会说到，我很少抽签，我这种人一辈子不去算命，到庙里面我拜拜，用手跟他拜拜，但是我也很少去抽签。
我不是不信他了，我也不是都没有什么困扰，但是很少做这种事情，不算命不抽签。但你问我你信不信命运，看起来要信。就好像他们问我，王老师，你一辈子6条之怪，你相信不相信鬼神的问题吧？东阳，你信不信？我信。对啊，你能不能证明？没有办法证明。冯宝老师现在就在讲这件事情，科技跟我们这些研究这种所谓灵异的东西，看不到了，不见得就没有。好，所以我不会特别信，但是我也不否定，不是无神论者。所以这个解签师这件事情，我自己很少抽，我帮京东庙帮他做整理、做注解，我们的那个安息寮的福安宫，我帮他重新做注解。如果完全不信，我就不会去为他服务了。但是我很少去抽，自己抽。这次到了奉天宫，他已经出现在户口里面了，跑出来了。我就进去，等一下，我会说啊。他意思就是说，王国良，你今年已经77岁哈，80岁你要再等，事实上就是还要再准备，还要再努力了，对不对啊？也许到80岁可以啊，把我们的那个推广啊，我们所有解签师人员的培训达到某一个成绩。可以为社会尽更多的那么这种力量啊，就是我们在台湾很少，我们的心理师这种辅导人员不足嘛，那我们解签师的人其实就替代这个这种所谓心理师、心理辅导，他要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一方面是整理这些签师，一方面就推广签师文化，特别是那么这个培训解签人员，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1年大概4次就是每一次大概都50个左右，就1年如果200个，那这个10年就2000个。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算数学不是这样算，因为一开始我跟台南市合作，我们是希望每一次来参加都不同的人，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是说你不能重复报名，后来我们发现不对的，因为会报名的就是那些人30%左右会重复，但是你要不要接受他？因为他有心，第1次来，第2次来，第3次来了。我们明天办第7场，我发现有个朋友，他还是中正大学台湾所退休的一个老师，他到明天他可能来了5次了，你要不要接受他？他每一次都报名。就这样所以我们后来发现，不对，我们现在是鼓励你重复报名，你就听一次，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讲师，还有我们里面有3个小时的易经，赖桂山老师讲也好，王中天老师讲也好，每一个人通通觉得我应该要懂易经，但通通不懂，听了3个小时还是不懂，原来本来就不懂，听了更不懂。我说你也不要难过，不要伤心，我一样不懂。我念的中文，这个文学博士是我应该是1983年拿到博士，到现在多久了？对不对？好了，40年以上了我还是不懂，因为那不是我的专业，而且人有些东西就是某一些特殊的因缘，易经里面用了很多的这种术的问题，也就是可能我的脑筋这边就转不过来了，他在那边怎么转来转去那么阴阳什么这个，特别是要占卜那些那种技术，他怎么讲我就是不懂，我也不想学，就这样子，也学不来嘛，这种东西就跟我这个趣味不太对。好，这个现在刚刚有讲到。1999年，我们的卫生署明文规定不能用标签，所以现在要有交情了，
你跟那个庙公呢，跟那个管理委员会有些人，他可能还留着那个旧的要签。所以你如果说我在写这论文相关的，也许他会让你看一下，他绝对不能公开，一公开的话就违法。所以你去看得到的、抽得到的都是运签，就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中国大陆好，你看到东港去，基本上海线的很多的宫庙，特别是用那种所谓的元帅啦、代天府啦等等这种，基本上大概都是用60甲子签。他们拜的王爷啦，现在还很流行，像南昆生代天府，就是他说他底下的分庙有1万个，当然我不太相信了，台湾就只有15000个公庙登记，它底下有那么多他的分灵那么有那么多吗？我不太相信。虽然我们帮他做了这个60甲子签的一个现代校正但是你会注意到，这个第3签，但是我们要说一下，它这个第3签大概是60甲子签，那就是从甲子开始这样的排序的，从甲，然后那么天干地支配，等一下我们会说，基本上的顺序90%的宫庙的60甲子签是一样，但是你如果是南昆生代天府的信徒，我告诉你，只有第1首跟最后1首跟他一样，其他后面都不一样，所以他跟你说第20首签，你要看他天干地支的排列为准甲辰，这个一般第3签甲辰没有问题，但南昆生保证你第3签不是甲辰。所以当人家要没有拿签诗给你看，跟你说我60甲子签第几签，你帮我解一解，你不要马上我知道是什么，错了，他用的跟你的系统排列顺序不一样注意一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天干地支的组合，你告诉我是甲辰签，那不会错。不管你是第10还是第3还是第几，你说甲辰，那一定是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台主，你说第几签，他有人就要改动了，改动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改，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改，我们也问不出来为什么改，但就是跟着不一样所以这个注意一下。特别只有60甲子签，其他的签诗的签序基本上不会动，只有文字有一点小小的出入这个是我们，如果你平常曾经抽签你不会管的这个，因为我们只管这一家店嘛我抽了就这个嘛你文字是什么我就，但是我们搞版本的人，我现在手头上那个林国平教授，他在为了做博士论文，他收了到现在有1000多种签诗了。那我们流行的其实只有1-20种，在台湾大概比较流行的也许只有10种，但是问题是有很多，就好像我刚刚讲的，我们自己家乡那么这个我们的那么这个包括太安宫，他就自己一套嘛，这个绝对是客制化，天下独一无二。我们的福安市也是客制化，很好玩，是海峡两岸，金门、澎湖、台湾大概有7座宫庙，它的签诗是客制化的，就别人不能拿去用，因为它那个长头的，那就是讲好了就我们讲的嘛，就是它就是客制化，就新做的，所以别人不会拿去用。那这个大概有7家，很好玩的是，在我们台南后壁这一带就有5家，那有的有样学样嘛，当然也有别的家想办法拿来改一下，有很多，因为后面有很多地方可以相通，但有的不同。那不管怎么说，在金门跟台湾大概有7家公庙是客制化，也就是只有他们家一家能用，其他不能通用，这个很特别。但我们那附近就5家。好，不管它，这边就讲到了第2段天竺灵签，很清楚的写出来说，在南宋时候那么制作出来的
本土的签诗，而且这天竺不是讲印度，是讲的杭州天竺市，是上天竺。那这个东西后面我们会看到，它的文本，南宋嘉定课本，南宋末年课本，100首好像还保留的大概70几首被发现了。南宋课本啊，后面我们会介绍被谁发现？郑振铎啊，这个福建长乐的郑振铎，他一直做到中共的文化部的副部长。有一次他带了文化团要去印度那里访问，然后飞机失事走了。他收集很多东西，他手上就有天竺灵签南宋课本的残本，然后后来他的所有东西都捐给北京图书馆，所以那个他藏的书就在北京图书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演绎本、翻译本。好，那后面就讲到他影响日本签诗，这个就是南宋的课本，从那个笔画你就可以看出来那是宋课，然后它上面有图，底下是签诗本身，还有它解约，最上面好像没笔啊，多古书天头上面还有啊，那么天头上面跟我们现在签诗里面解约很接近啊，它讲的是力行人。啊，当然，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签诗解约底下也有问你，还有行人，他说我这行人你出去啊，是利还是不利？甚至告诉你你要往东还往西啊。那么当然啊，这个他里就是这样。还有这签诗的图本身，其实它是配合着啊，那么解约或者说解约是配合着签的图的，比如说第66首。啊，水至少波涛，飞鸿落远航。从忧心绪乱，闲事惹风沙。然后他解约，此卦忧疑未解，既与妇人交涉，必主是非。灾扰。摘什么呢？啊，然后以文书中啊，勾角不利卦中，水边一带乃至之也。以谨守节可免咎。其意思就是不要随便跟妇人打交道，会惹麻烦。就这样，那上面它就是啊，右边的是妇人啊，对不对？另外一边的话是一个年轻的男生啊，大概这样。它每一个其实，后来我们台湾早期的签，其实还有图的，但是那个图跟这个图不一样。这个，我跟你讲很好玩。我看到这个，我们就想到，南宋时期甚至到元朝，俗文学、小说、剧本，它也是有图有文。比如说元字字新刊平话5种。这是在闽北啊，就是建安科的，它也是啊，它1/3的图，然后1/3的文。比如《三国志平话》，它就是没有标题，但是那个图的旁边它有几个字，就是在讲底下这一段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中国南宋时期南方的一个习惯，除了文字之外，还有配图。那我们台湾曾经流行过。签诗里面是有图的，啊，有出现啊秤砣啦，啊有曲线啊，那么这个鞋子的干嘛又不一样。其实如果你注意一下，以前北港老的签诗也是有图的，不过现在60家前没有，而且主要是为什么有跟没有，一个是时代的一个风气，另外一个是我们的签诗。你真的要容纳那么多东西，要很大一张啊！我今天没有带来，签诗小到大概只有这么一个火柴盒多大一点点，它不可能容纳这个图，然后这个字，还有解约上面还有啊其他的这么一些相关的段落。
但是如果你是住台南市，火车站附近小蓝天汉基家，小蓝天土地公庙，他用的是28星宿签，结果他的签诗大概比我们的大概接近我们的1000块钞票那么大，只是窄一点点而已。它就容纳很多东西，正面有，负面、反面还有。它右边，等一下我们会介绍，还有嘉靖时期的用木板写的签诗，就28星宿。那进去我们特别去拜访他们里面的主任委员副执行大家都在。右边是28星宿，28星宿签诗，左边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说我们只是换工签，因为现在人不大抽右边的，他要抽左边的，就是关圣帝君的签。所以土地公庙居然小小的只有大概我们这边一半，左右的墙上都有签诗，而且它的签诗还是比较大的，就这样但是这个是我想，因为他想要容纳很多东西，正面有，反面有，就好像上个礼拜，应该说这个礼拜，因为礼拜天，我到行天宫去，我去了，当然他们很多人在那边要那么这个帮他解的告诫的就是用很多的这些志工在那边用香在帮你但我有兴趣的是他们解签诗的部门，然后我去，其实我到很多地方我都会跟他要，你把我整套签诗给我可以吗？我就亮出我的身份来我签诗学院那么副院长兼执行长，然后我在研究签诗，他们很多人都会很友善的给我8月份，应该是8月18号，我到了镇江，到了茅山。茅山是中国道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圣地，以前当然很神秘现在我的天哪，那个路开得太好，游览车直接开到他们家门口了，所以现在你在修仙怎么修我都不知道，神秘感没有了，还有太吵了。没有办法静下来嘛，对不对？所以，但我去了，我还是因为反正安排去了，我就去了。去了就发现，这边中国大陆基本上对寺庙其实不是很友善，还有很多地方根本很少真正的出家众，不管是佛教、道教，真正的修道者。他们有一些人根本就是上班族不管他。但是我去了，他们还是传统的道观，就是出家。但是很好玩的是，他们没有开放抽签解签，然后你抽了签，然后去找那个解签人员，他已经规定好人民币30块，就这样，很好就是明定价钱嘛，对不对？他们有好几个地方可以抽签，有好几个解签师，那我就去了。我又不抽签，但是我也很想得到签师。我就问他们一个道兄，我说：“你们这个签，我可以看一下吗？”好，可以。我一看，我就说：“你们这个是关公签啊。”他们没有错，但是我说：“你们这个只有70手呢。”因为关圣帝君圈是100手，他70手，少30手。那我就说，我很想得到你们这整套，但是他们每一套都互备的。一张30块，我70张，我不是要2100了吗？我说我很想得到，我说这样好，他就说我帮你拍照，拍照给我。就每一张帮我拍了，然后传给我，我就跟他加微信，
然后我就说好，到时候我就捐香油钱200块人民币。后来我等了10几天，他终于拍来了，但是最后好像少了4首，不是他故意的啦。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少这4首，我都有记下来，我每一首对。哎，少了4首，他说抱歉了，这4首呢都被抽完了。到今天前2天我还跟他联系说，哎，你哪一天补上来这4首再补掉？为什么？因为我有兴趣的。100首为什么变成70首？被拿掉这30首是哪30首？为什么拿掉它？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在签诗里面，如果你去抽签，上签跟中签跟下签的比例大概是40、30、20，大概就是这样，40几、30几，然后到接近20，也就是下签和胸签不会超过20%，这个时候设计都一样的，不完全是看签诗本人，它反正那个整个组合，其实如果你看60加1签，它还配八卦，八卦上64名60怎么办？拿掉了4首，基本上都比较不吉利。所以我正在想，这4首再给我，我就可以来做比对，然后做出一个小小考证。为什么你不要这30首？我打赌是比较不吉利的签，就从签文本身看起来就不是太好，不是上签，不是中签，而可能是下签是比较凶，可能是这样但是他还没拍给我，就表示他们那个新的这4首还没补回来了，别的地方那不是他管，他们有好几个店嘛都有，但是他只管跟我之间的这个直接关系，所以到今天他还少4首。我弄好了以后，我就在想，为什么？就牵涉到求签人、解签人，还有设计这个签诗人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我跟你讲，大部分会去抽签的，通常是有疑难的问题，有烦恼的，想要来问神明，来抽这个签诗，来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解决的管道了。那如果你抽了签，是下签，我们3月份跟台南安平的天后宫合作，他们有一个解签师的一个团，他们的团长是一个国中退休的校长。那我们当然他也是大观一庭星济宫的，他们的解签两边是相通的，因为这2个宫庙寺庙他们蛮重视解签，他们而且是有一个团，他们也在培训，也每天轮班帮人解签。但那个团长也是退休的国中校长，我们在2天的课他也都来上，他们就问我，王教授我们这个签诗能不能改动？我说签诗的本文不改动，但是底下的解约所有的解说的文字可以改。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人来抽了签抽完了，看到这解约差一点昏倒。为什么？他从那个神坛那边抽了签，拿了签诗，要到10公尺外的解签室去。他说他几乎走不过来，为什么？他的答案是了解，完蛋！当你看到这样了然，不是心里面很清楚就完蛋了。如果闽南话讲了解的心，大概就完了，大概就是已经到了太平间了。所以他说他拿了这个签，看到那文字，他说他要走到这解签室请他解签，他几乎走不动了。那校长就问我说可不可以改？我说可以，为什么？很简单，我们那个蓝坤生戴天府，我们帮他弄的东西，我发现我们没有去讨论的部分，他们也改动了一些的。
几个文字嘛，那个意思没有改，但是你不能让他一棒就打死了，改一下下。同样，你拿到的这个签诗，它可能是比较不吉利的，可能是比较凶的啊，凶中也可以啊逢凶化吉，看你怎么来告诉他，叫他怎么办。他其实抽签的目的就是我要问神，但是神的代言人其实就是签诗，签诗是靠着解签的人帮他解释，特别是诠释，指出一条路给他，所以这就很重要了。所以太年轻当解签师，我不相信。我抽了签，你跟我讲半天啊，能量怎么办了？你有多少人的体验？我都快80岁，你跟我讲这些，你根本没有社会经验，什么都不懂，也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结过婚，什么都没有，说了一大堆。你从哪里来？我是看书看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人生的阅历，这是作为一个好的解签人员的一个很基本的，就好像你对文史哲、对整个中国文化、甚至45间之外，包括历史，特别是包括小说、戏曲名啊、歌仔戏、布袋戏都看过，一咱家有益处的。我小时候，我们村子里面有人跟我说：“哎，那个啊，林中民哦，该唱戏哦，该准了，其实是很精彩。”后来我跟他接触一下下，我发现他很熟悉《东周列国志》章回小说，他没有读过什么我们的《史记》的，没有读过了，但是他对这些章回小说他熟得很，他可以啊，那么这个吕布貂蝉什么，他《三国演义》他很熟，他就跟你讲了半天，正史里面找不到了，就好像关公义释华容道，你到《三国志》到哪里去都正式的记载都没有这一段。啊，那是小说里面的，就这样。但是问题是，你这签诗的挂头故事，刚好用的是小说、戏剧，甚至我们歌仔戏。观音收大鹏鸟，但你如果读《西游记》，你就知道，大鹏鸟真的要收的是释迦牟尼佛，不是观世音。观世音没有干过这事，但是歌仔戏里面的观音修大鹏。就是观音佛咒，他就讲观音，再怎么查都查不到了。最后发现答案在歌仔戏的脚本里面，因为歌仔戏就这样演的了。所以，当你用我们闽南地区流行的签诗，它的挂头故事的时候，你什么戏曲，甚至啊歌仔戏啦、布袋戏什么，你都要看呐。那阿公阿嬷他本来就不知道的，他没有读过书了。但是我的阿嬷、我的阿舅他们都知道，哎，柳珠跟他们叫谈恋爱了，超子健跟福妃谈恋爱，看华语来了，他知道了，曹植跟他嫂嫂谈恋爱，你讲柳珠跟他不知道曹植，超子健，福妃闽南话福是密将，就密妃就是密姐，因为他比他大，他的嫂嫂年纪。比曹子大，我阿嬷怎样呢？哎，看了伊就知影啊，这是柳珠跟和银色啊之间在那边互动，就这样而已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读过书，你跟他讲的正史里面什么东西啊，讲的很正经的，没用。我跟你讲，签诗的挂头故事，正史的这些人物啦啊，这故事他也不大会用了，就好像。讲的姜太公8死，然后在啊盘溪在那边钓鱼用的那个钓钩是直的了，没有钩，就好像你弄了一个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图钉啊，弄了什么东西，然后是只有直没有钩嘛，他就在那边干嘛？就钓，沽名钓誉，他在等周文王了，就。大家看这个老头每天在那边钓，都没有钓到鱼，为什么每天在那边？你要当网红就要这样，大家都会注意到你的嘛，对不对？啊，
我们东阳主任每天都要校门口在那边钓鱼，然后每天都是没有收获就回家了，明年就请他去当副校长，会引起人家注意的。所以这个是怎么样要懂得推销自己的，这也是另外一种办法，就以退为进。但是你要读，我们没有读过东周列国志，没有读过这相关的小说，在正史里面，吕尚绝对没有这个故事了。你去查这个列传要找吕尚，就是那么这个姜太公，绝对没有这种故事了。好，哇，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反正有多少算多少，你们都有奖励吧看了有问题再说好的，我留个mail给你，再问我好了。这个反正你问说也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短时间之内什么都懂。这念研究所程度已经够好了，但是我保证很难在几个月之内搞懂中国的前史。就这样子。好，这是我讲到了这个地藏庵，他们用的跟嘉义九华山地藏庵也是一样，用60甲子签。然后它的左边孟姜女招亲，董永这两个都很有名的故事了。但董永正史里面有没有？当然没有。正史里面有没有孟姜女？也没有了。但是它出现的不一样情节，也没有那么样的复杂。但是他这边讲，孟姜女怎么招亲？你知道不知道？有个讲法，他就在他们院子里面洗澡了，结果这个喜娘呢逃兵了，就跑到他们家墙上，在那边躲着了，就看到了孟姜女洗澡了。以前的女人被他看到了，就只有这个了，就这样子。所以你现在要找老婆的话，到哪里去看有没有哪里有配给人呢？看到了就是你的了。他就是这样。他故事里面就这样讲，为什么女孩子讲我的身体被你看到了，我只有一辈子跟你。真的有这种故事。这个当然不同的时代，现在你看就看了，所有人都看到你要嫁给谁完全不一样，这观念不一样。他也不会说我看到了你就应该嫁给我，他嫁给你就完蛋。那董永的故事，到了包括刘向的他们相关的写的传记里面，其实董永在包括《搜神记》里面一样的，他只有织女天地派织女来帮他保债，300匹布织好了还债就走了。原来故事这样，但是一个年轻漂亮女孩子对我这么好，然后帮我把债务还了，然后就说再见吗？太可惜了，对不对？应该留下来了，还帮他生小孩了。但是问题是，她是天帝的女儿，是7仙女之一的，最后还要到天上去。我们跟你说，如果你搞志怪小说，你就知道，人跟人结婚是很正常的，也可以生活一辈子，当然也可以3天就说再见了。但是你如果娶到的他是非人，包括神的，包括鬼，包括精怪，最后一定会分手，除非那个神、那个鬼、那个精怪已经转化成人，而且不会再变形，那他会跟你，否则一定会跟你说再见，这是必然的，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好了，董永的老婆帮他有时候是在地上生小孩，就好像你如果听过田螺姑娘的故事，那是帮他生小孩在人间，但是这个仙女呢，很可能是怀孕了回家去了，
生了再把他送下来了，哦，这个又变成到了那个董永啊，怎么样啊？那么他家的小孩啊，跟他骑着牛皮，然后怎么到天上去找到妈妈等等，这个反正很多故事都可以讲。但是你看，董永黄都氏，黄都氏其实就是奸臣啊，啊，仙女送孩儿干嘛？怀孕了到天庭生了小孩，还要送回到人间。奸生还在那边苦苦的等，但是生了小孩以后，他还是要说再见。送了一个儿子已经不错了，就变成单亲爸爸。但是放心啊，一定会有人保佑他会成长啊，以后一定会啊出人头地。那你看到了他的签文，绿柳苍苍正当时，任君此去做乾坤。做乾坤就是你可以掌握的这个局势天下，乾坤指的就是天地了，你就可以主宰，你就可以handle啊这个事业。花果结实无残谢，开花结果，而且呢啊长得正好，没有残跟谢，因为残跟谢，花谢了，果残了，那还是结局不好。第四句，福禄自有亲家门，所以你拿到这首先啊安了，至少是中上签。你想，孟姜女招亲没问题的，但是孟姜女寻夫就糟了啊。对啊，那后段，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哎呦，挂头故事出来不是呢？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啊，先生就挂了。那你如果抽到这种呢？如果你刚好在谈婚姻，你敢不敢娶这个女孩？就变成这个问题，所以很麻烦哦。好，那有两个的话，有一个是我想跟我比较有关系、比较思维急的，有一种可能是比较不急的，那你要怎么办？像这两个，当然你要问的。很显然都跟婚姻有关系。如果你问了婚姻，他就告诉你啊，来婚姻第二行六甲先男后女哦，这个后当然应该啊打屁股，他用了简体字的后，不管他婚姻好结尾，好结果，就是结局很好了。哎，你要解签诗，如果你不懂闽南话有麻烦了，因为。这是在闽南地区，特别是在台湾本土化以后的，那么这个解约，基本上是闽南地区。60家以前用的，基本上是闽南。后面我会告诉他有几个我根本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我的闽南话已经很不错了，在乡下长大了，虽然18岁就离开故乡，但我闽南话还是可以，我都会看。好，不管他。所以他问你很多地方。啊，那么好，讲也好，好，这个后面有人介绍了几个了哈，大概其实有6种，但不可能讲啊。那么这个刚刚讲了千解，好多好多，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后加，其实包括挂头故事也是后加。也就当开始在制作这签诗的人，他只管签诗本。如果心有疑虑，他会加一点点提示，但是不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哇！你要问什么，在农业时代所有的问题，他通通包了。这个是台大医院什么科都有，不是我们小诊所。小诊所的话，那他是要加点意思，什么都可以回答，什么都可以开药方。会这样，你会发现他问特害。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是在台湾海岸线捕鱼的，是在福建，好，还要运动从中线到我们这边来啊，我们的渔场。福建到汕头这一带也很多，到浙江都是啊，刚好这些都是在那边流传，所以它的解约里面有很多是跟啊农渔业时代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你猜，
那个偷害告人还猛摸了，为什么？你用的也不是以前那个帆船、小渔船了，我用的是远洋渔船，你还问我干嘛？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了。好，但是你要看看啊，解约、断约、删解、失解、胜义、亡义、签诗种类、分布地区相异，解签都以一至3字标示名称之后，闽南发音的解签也逐渐产生。我现在要讲就，如果你还在很多的比较，不管是乡下，你到了啊，那么这个包括万华。你去抽，他赚钱还是基本上传统的有什么，他们一直扣不下去的。他一定会出现很多各式各样，不一定你要的。那我们要的话，现在可能还要问他我考大学，我不用问他，通通可以考上了。但是你说我要问考好的大学念什么科系，他没有办法回答。在解约不会有，他都是只有。点到为止，而且是比较大方向。好，这个是讲好，那吉凶的部分就刚刚我讲，吉的跟凶的上中下的比例，基本上受签诗文字本身，你的解读可能你的统计会不一样，但是它如果标示这是上签那么这个中上签或者下中下。这个整个统计下来，基本上大概就上跟中大概接近75%到80%，下的部分不会超过20%，就几率问题啊。你抽到下签，你说我运气不好，本来就是嘛。你现在要来抽签，我看你就本来不太好。你就很伤心，我已经够伤心了，又抽到这个签，走不动了啦。撩人，问是疾病了，会不会治好？他说，不用说了。所以那个校长就说，你可以改动你就给他缓和的那个文字的回应。不完蛋，不行了。你可以说情况不太好，对不对那么这个要再去找。高明的医生等等，他当然不会这样讲，但你可以告诉他说，可能有这么一个机会了但不能说完蛋，你这个答案不能这样子，所以你要改动是可以改，但是他告诉你这个是不太吉利的，没有问题，那是修辞问题。但是以前他们就是要这样子说的就他的词汇这么多，对不对？他实际上用不行就要完了啦。给你玩了2个字的话，抽的人就真的完蛋。这个是八卦。为什么要用白圈圈跟黑圈圈？对，你也知道，如果你在电脑里要找八卦，那个乾、坤那个阴阳都很难找嘛，对不对？除非你特别有个设计的什么什么，不然你 Google 你雅虎哪里都找不到贴进去的话也是版面不对嘛，所以想出一个办法了那么这个阳就用白的阴就用黑色的圈圈，这样那他打出来6个白色的就乾卦第一甲子乾，所以通常第一签大概很少不好的了第二签艮卦等等，这样还有60种。等一下，我会稍微说一下。天干地支，如果你学过数学，天干是10，地支12，排列组合多少？120了。为什么是60甲子？两相对。对，没有错，阳跟阳，阴跟阴，所以只有甲子，没有甲丑，只有甲乙就这样。所以阳对阳，阴对阴，双对双，单对单了。这样的话就刚好扣除一半，就是那60。我们讲60甲子，其实是这样排列组合的阳对阳，阴对阴，偶数对偶数，单数对单数，所以这样下来就刚好卡掉一半了。
不然的话，天干地支就要120嘛，除了我们讨个半年。好，第二种叫风水卦，金木水火土，还告诉你东西南北，这个不一定签诗上会出现，但是有八卦的有不少。同样是60甲子签，不同的寺庙看它签书大小，还有他们采用的是什么版本。他如果拿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你要叫他这个寺庙庙公，我们管理委员会找一个谁，找王国良来弄，我会不会用？他的底本本来就这样另外一个我讲，当他的版本他纸张很小，他就会比较阳春了。如果你想要什么都有，对不起，那就巨无霸。但是很少这样，因为还是要钱呢。这都是善心人士捐的了，每个人财力情况不一样。还有，如果我今天捐给你1万，下次只有1000，那我们是不是要缩水？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这个庙用什么签的大小，还有文字，基本上都不大多长期间不会改变。但会不会改变？我告诉你，会改变。朝天宫在宣统年间之前，他们用的是官历100签；民国以后用的是60甲子签。以前的签诗上面还有土，那是另外一种所以，同样的寺庙，不同的年代，为什么官历100手签？如果你看一看，比较有学问的，它比较文雅，它用的词语、用的典故等等，相对的比较复杂一点点。60甲子签当然是明末清初出现，我看最流行的是江南地区，特别是闽南、广东，还有包括东南亚，因为很多的华侨本来就是从福建、从广东去的，就这样用了很多甲子签，它的文字本来就是通俗，当然它也不太合我们要求对古典诗的格律平仄声的押韵不太，很多口语的，那它的解你有发现，还有不少是闽南也许你还看到，哎呦，我香港、广东的广东话出来了，就变成这样。他可以做一点调整，他觉得这个文字我们的信众不太懂，他就做一点抽换，意思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词汇可以做一点调整。这里面的挂头故事、传奇小说、章回、地方戏曲、民间故事，就这样。所以你除了正经的书要念之外，看起来不太正经。像我跟东阳老师，我们用的都是叫做不入流的学问。对在《汉书》一文字里面，9流10家，9流里面没有小说了，所以我们都是不入流的学者。要当不入流的学者也不容易，你要入流就更困难。好，这里面有儒释道。那么还有更多的形式，我们发现，那个最流行的那些宫庙，它基本上是属于民间宗教系统。所以我们要说，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其实在寺庙里面设有签筒让人家抽签的比例是很低的。不是说原来印度、原来佛教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另外有占卜的系统，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道教，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的这个道观这个那么茅山竟然会有抽签，而且用的还不是道教，因为道教有道教的签是在道藏里面你可以找到好几套，他居然用的是关圣帝君100签，然后咔嚓剩下70。但很显然的是，为了一般信众他们的需求，他们的做的一个调整、一个选择。如果是这个
观主的话，我想不可以。关公，除非关公变成我们道教里面的一员，神仙当然可以啦。我们想茅山那个茅山弟兄，他们就是从南北朝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候关公的信仰还没有势力那么大，当然关公的千里还没出现呢。因为我们要说一下，后面会简单说，关公千原来也不叫关公千，那是在中国江南地区，应该是在江西地方信仰，然后南宋的人连作者都知道，然后但是问题是这种签，用啊用，最后所有的关帝庙都用，最后就变成关圣帝君的灵圈。原来地方的色彩不见了。那另外有时候会说雷雨诗签，因为最后一首就是我本天仙雷雨诗。那有人就解释，这雷雨诗是什么？如果你读过中国文学，你知道中国道教或者其他民间讲的神仙，雷神跟雨神当然不会是关公了。你现在如果上网看一查，他告诉你雷雨签他大概指的是关圣帝君。那关公什么时候那么当雷雨时呢？我也不知道如果有人研究，其实我知道，曾经管过雨的是谁？李靖。但也不是他是龙王，他是年轻的时候落魄的时候，他有一次到了一个龙神的家，就龙母在，老妈妈在，2、3个儿子都出去公干的，但是这时候天帝突然说：“你们叫帮我们下多少临时打工的是他了。”李靖被拉去，你帮我去骑着我们的宝马去帮我在几个地方给水。结果问题是，李靖年轻的时候落魄，在我们中兴大学附近的地方待过了，大家对他都很好，接济他。他讲：“哎呀，我这次可以管这个雨水，我都给他2滴了，不得了了！这2滴是2尺深啊，本来叫他滴2滴就2尺深，然后大部分是渗到地下水去了，现在又多了，变成西班牙的水灾了。”就变成这样，他就多滴了2、3滴，完蛋了。他回去以后，那个龙妈妈说：“我们都已经被天地，包括儿子，你看，被鞭刑，背上都是血痕，你惹了祸了。但是这个也是命。”然后李靖一听真的这么严重吗？他下次再过去一看，哇，他以前住的村庄通通是水灾，所有人都不见了，因为为什么？那个水有几公尺高了，只是因为他滴过，所以李靖可能跟雷神、跟水神有关但是关公好像不管这个，所以就有些东西告诉你找不到答案。雷雨诗，我为了这个，我所以上网什么都查了，大陆包括他们相关的注解，只要市面上有的注解，告诉你，他只会告诉你是关帝。但我说的答案我不接受。好，这第2段是很好玩，在告诉你签诗，它的文字本身为什么有很多的歧义性，很多的好像不是那么明确。还有解签的人，他为什么以前读书人很少，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念大学？当然我在我的年代，然后刚刚我们铁雄来带我就说我那个年代可以考上大学不到20%了，现在是120%。问题是，
那个解签师的人，通常在地方解公庙里面，他在服务，他说的话其实常常是蛮有权威性，但是很多人都跟他有交情，或者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很信我们这个庙的这个尊神，他要来求你，你要给他什么答案？总不能一开口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了很多话，他有时候还故弄玄虚，高深莫测，然后呢，模棱两可。这个当然你要怎么解读它呢？你的好意，你的爱心，你要想办法给他一个引导的方向。你也可以说他可能是折中调和你也可以说用词选字要小心谨慎，当然要小心谨慎。你给他了一个答案，判他死刑，那怎么可以？即使死刑的话，也想办法叫大法官来释宪嘛，对不对？最后好像几乎没有人能够符合那个死刑的要件一样。同样的，没有一个人愿意说，我现在已经很背，我抽了签，最后告诉我就是你就死定了。他不要这个答案。所以你要怎么来帮他解？这个就太有学问了。好，往下吧。我们看了签诗，把我这边在 PPT 里面在讲义里面是用了那么这个大概6种举的例子。那么基本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讲，会让我们的解签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是这个所谓的典故，所谓的挂头故事，或者是说挂题的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它这里面，当然对我们来讲，里面用的典故，一个是词汇嘛，语典，一个是事典。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典故，大部分是指的事典。那语的部分，那是你自己解签的你基本语文能力的问题。但是事典的话，是你要看过很多书，知道很多故事，知道很多它的掌故，就是要有点学问。你语典基本上在词典里面你可以找到，但事典不一定呢。我常常在很多的相关的签诗的这种解释的专书里面就看到，那个作者根本就不懂，可能他也不是他不懂，因为别人也不懂，他从别的地方拿来的就是不懂。我常常我要找到比较合理的答案，这个就要有点学问了。不一定上了就可以查到。那我们不管它。好，60讲之前还没开始。好，第一个是告诉你。就是60甲子签是一个通俗的名称，就通用名称嘛。它可能一开始不叫60甲子签，没有人会说我的签诗就叫60甲子，但是它是排列组合是60甲子没有错，但它会取一个比较神圣的名字，或者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主神。其实后面我们再看下一页。来，这是乾隆大概30-40年的时候，大陆的一个书，然后卖到台湾来。那我们有一个已经不在的一个前辈，陈清和，陈老师，他当过校长，也到南美洲去那边做生意，又回来。回来以后，他就为公庙服务。他
精通易经。后来我一看，他是淡江中文系毕业的，中文系毕业我就不懂易经了啊，但是他是中文系毕业。第二个，他对这个有兴趣；第三个，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为神明服务，所以他自己呢就改了一个名字，就叫陈易传，懂吗？在传授易经呢，他是为公庙服务。如果你在台中比较远。嘉义东石海边有一个宫庙叫玉龙宫，玉的话是驾驭的玉，龙是龙虎的龙，玉龙宫。他在那边讲课，教了徒弟有个萧尊贤先生，他最近还送了我一本60甲子签的一个解释，它是易解60甲子签。他就是用8卦64卦里面的60卦来配合那么这个60甲子签，他手头上就有这个版本，所以我们当时林明德教授他们的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我们在做校正的时候，这个就是从我们版本来讲，这很早了吧，乾隆时期那么的一个版本，它的名称叫观音佛祖灵感签诗。他当然一开始就甲子甲寅甲辰一定是6个，然后才开始，所以它不叫60甲子签。60甲子签其实是一个俗称，他讲的是观音佛祖观音是观音，佛祖是佛祖。不过在闽南民间，观音的就会咒了，观音佛咒，就这样，他是观音佛祖灵感签诗。这是乾隆时期哦，到了清末民初，在下一章继续一样的东西。这福建科的，是我的朋友杨永志先生，他鹿港人，收集很多各式各样版本。我就说，那你找一个福建吉星堂这清末科的万宝全书，或者是通书里面有很多都会收不过如果你到香港去，你说我要找通书没了，老店没在用书了，他们叫圣书，胜利的胜。香港人随时都要打麻将，包括吃饭之前你要去吃喜酒干嘛？先打了再说了。但是你说弄书台赛了弄鸟了，所以他们没有通书，他只有圣书，胜利的胜绑那个布条，对不对？所以只能圣书。好，如果你抽到第1签大概可以放心了。但是我想在这边有很多中文所的硕士博士，日出便见风云善光于精进造世间，这没有问题。一项前途通大道，我问你一项是什么？是那是我们平常。那另外还有可能呢，一项经途通短的，那就从头到尾都是大道，没有碰到的小路，对不对？所以万事清楚保平安，大概是可以的。但是你会去抽签的人，抽到第1签，然后你说从头到尾你说是通大道也不用来抽签的。好，然后你看看后面的这个解，来求财纤维，纤维是什么意思看点点然后又有一般贪官先利益早事，生理的，这行利，对不对？你生理的话，我想生理谁跟谁告诉你，其实6朝，特别是唐5代，包括敦煌里面出现了很多东西，什么受人记，它就是有生理这个事。生理就是做生意，做行利就是生理，这个词你去查。唐5代的词语，生理就是交易贸易的意思，行利。它是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就做生意的，所以行利。
啊，所以你闽南话里面有太多词汇，其实是很有学问，是古老的汉语。我们家做生意的，你什么东西啊？你卖什么啊？对不对？好，然后公民奏抽酉，原来抽签还有早晚之分的，所以他到这里面，他回答你是，你上午抽、中午抽跟晚上抽可能意思不一样哦。早抽酉，夜间占者望后科，你晚上才能抽签，才能报名，要考中兴中文署博士班，每年个人报名啊。后科就是下一次熬科，就原来这一科下一科就是下一回。他如果抽到这个晚上来了，你今天报名费就不用缴了，是这样的意思哈。所以你要懂后科啊，因为我们知道登科那个科举的科，就是明年再办一次的，你再来报名嘛。啊，今年如果是我的话，看到这个就我们到夜市就把它吃掉了，报名费不用给中兴大学教务处，类似这样。结果呢，他的故事是包公审张世珍，你就不太熟悉，因为你看的整个那么这个包公案，整个包青天保证没有这个故事了。这是在告诉你，包公脸为什么是黑的啦？你说他生出来全身都是黑的，当然脸也是黑的，不是的。他跟天帝的女儿斗法，就被雷公打了，脸焦掉了。现在呢，当然可能你要去找杨之晴或者哪一个院长去做整形美容，看看能不能漂白啊。他就是这个故事，你就发现，这是包括京剧、歌仔戏、高甲戏，还有江西这个好多地方都有这个张世杰。下次你如果碰到他叫张世杰，你就小心，大概就是太岁惹不起他了。他就是这个故事。好，13签碰到罗婆，你要查一下。不同的讲法，一个笼统的说罗婆星就是凶星，一个是罗跟婆是可以切割的，是两个星座，但基本上都是凶的，就这样。所以命中正逢罗婆官，这个官呢是灾厄的官，碰到的是凶星嘛，所以他用尽心机总未休。你再怎么样用心机，而且不断的想办法，不停，还是不了。作夫问神难得故。他告诉你，那个结局是下是行舟上高滩。你要上高滩，你的那个舟怎么走了？那上不去嘛。所以他只是告诉你，你要忍耐，要等待也许那么可以有转机的，可能是这样。他的挂头故事是什么？称杜伯行舟遇太岁。你是太准呢？那你碰到太岁，那不是用生肖我们讲我安太岁干什么那么后来叫摄太岁广东人讲摄太岁。好，这个不是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周公遇到桃花女那个故事，他也会出现太岁，这个太岁其实就是凶巴巴的星，不好惹的星啊。所以称杜伯遇太岁是称杜伯碰到了一个女子叫桃花的，这桃花是年轻漂亮又刁钻，所以他跟他打赌都输了，就叫做遇太岁。所以这个太岁其实就是桃花我们周公遇桃花女的桃花也在那个挂头故事里面也用太岁这样的说法来
影射他，或者说指称他了。好，这个，所以他这个讲，其实他只是讲说，这个作为一个渡船的一个每个老先生碰到一个年轻女孩子想占她便宜的，结果问题是，什么便宜都占不到，最后还白白的帮她那么这个就是送到对岸，收不到钱，因为他们打赌嘛，那就是机智之间的一个彼此的较量。所以好了，头回归头的桃花，当然桃花从古代到今天都有在讲桃花。我不知道大家对桃花的印象是什么，但是至少在小说、戏曲里面呢，这诗歌里面出现桃花，当然都不是不好了。好，再来第16篇这边主要是在讲阳世不知阴世，就阳跟阴就好像我们人间，我们不知道这个地下或者阴间的一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你的行事，你结果受到的报应，其实就好像官法如如不自由。行善善报，你行恶就会有恶报。所以他讲人心是铁，官法如如。你积德行善跟积恶，那么这个败德积恶，这个行恶这个之间的结果会不一样。他讲了，你是名游地，当然这个也是歌仔戏就有对不对？西游记当然有了，但是你在旧唐书、新唐书，唐太宗本纪看得到看不到？当然看不到嘛。他为什么游地府？因为他把他哥哥2个都干掉了啦，他们就一直去告状了。所以只好把他叫去阴间审问，但是他有魏征，魏征呢有个拜把兄弟，就是崔判官呢，所以去了，朝中有人，最后放他回来了，然后才有刘全进官的，谢谢这些十殿王爷，大家放他一马。好。但是好了，这个潘必正的故事没有关系。这观音白手签，比起60家之前，观音白手签是比较文字上、典故上等等，好像是比较雅一点，或比较难一点点。那我们看一首好了，来看看，这个比较没有问题。天开地辟，结良缘，日积时良，万事全。其实基本上你抽到第一支签都不会太坏，不会说整部签那个签谱里面一打开看到的就是不吉利的，大概不会。所以你抽到第一手签，安的那么日积时良，万事全。若得此签，非小可。但人行中正，帝王缺。那你要走正道，这样的话包括总统会发褒扬令给你，会那么这个好人好事代表什么代表都有了就这样，正面的这是正面，所以他是钟离成道，就钟离权，还有宋太祖黄袍加身。好，这个比较简单。好，下去，梦中说梦或多少，对吧？那你要看，你要找的是什么？如果是有关求财，但是你要看一下，梦中说梦是在做这名郎，我中了1000万了。梦中说梦或多少，身外浮名总莫猜。在那边想来想去，其实是身外浮名。水远山遥难信定，他给你的其实看起来是好的，但都不是那么确定，不是那么正向贵人一指笑颜开，
弄半天。你在读前诗，你会发现有地方出现贵人。他民间闽南一带就讲啊，等了贵人呐、生病了等了贵人，大概很快托运了。你看，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到了一个好的医院就好了啦，对不对？你要去考试啊，找到一个辅导了啊，我要想一个研究计划，我要来考博士班怎么办呢？那找黄东阳主任就好，他要告诉你怎么办。所以就贵人了，就这样子。这时候贵人很重要，所以他前面这个4句有3句，其实看起来是好的，其实都是空的。在第4句，他一指点，你就安了。所以完璧归赵，或者是啊万岁象棋，这最后的结局都是好。他这样。所以他问很多东西，但是疾病sehr少，有没有看过这事？他问疾病在那个圣意，事物远。他说我要问我东西掉了，他说还远，没有关系，掉了很远，我可以找回来嘛，对不对？不是没有希望。疾病碰到疾病，他告诉你是要摄受。谢赏我们现在很少用，其实就是你想办法帮你攘解的意思。祭拜，把那个凶神、把那个恶煞送走，把那个瘟疫送走了，这个叫谢赏。送的话是把它送走，就是这个凶神啊。所以你上网看一下摄送，它解释大概是这样。有的人是在讲碰到了就要处理，有的是已经好了，然后你还是要最后扫除干净，做了全家的啊，那么这个整个的消毒。拜拜的话就是要去啊，那么这个谢谢。我们知道以前很多文人都很穷，到岁末的话，他要写一篇文章，什么送穷文。把你送走了，不要再来了，不然明明我还是穷嘛。所以你会看啊，要送穷，这是对财来说；对生病的人是把那个瘟神，把那个恶霸、恶煞把它送走。啊，这个云门三奇让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啊，就是鲤鱼跳龙门了啊，这个很简单，对大家来讲。好了。那关圣帝君他讲的是，在第2段南宋傅说，是这个作者很难得。这个天师既然知道作者是谁，时间点也很确定，但是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的关圣帝君100篇，原来啊是啊在江西啊，那么这个赣州附近。出现了这么一部前诗，但是最后通通是我们现在拜关公的关圣帝君用的100篇就是这个，所以这只是告诉大家。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想啊，大家可以自己看，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先去问东阳老师。老师，你还他不懂再来问我。不要，老师还是要保留几个问题让现场的同学问一下。那因为有些是单纯的来听这一次而已嘛，哈。那我们只开放2位同学或者是那个朋友那个提问。其实很好玩，我后来才知道道上里面也有收这个签诗，下次会印出来，我们自己。做一做，那我们可以自己开个研习营啊。对，还是说有没有同学想问一下要到哪边听？那个好，等一下我拿一个东西看一看。啊，对，那个我想因为老师只有讲一半，而且签诗真的还蛮难的哦。那个跟跟各位那个老同学跟朋友，这边有没有 YouTube？ 还是有一个 QR code？ 对。没有吗？这本这个没有，因为那个
讲者哈是王老师去请的，这些老师真的还蛮比较来这边有 QR 对 code，来扫一下。对，我们已经到明天是办第7场的千师文化讲座，在 YouTube 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集所有的这个录影。我先念一下那个负责就讲座的老师们哈，那除了王老师之外，那个还有李丰茂老师，李丰茂老师是院长，前世学对对院对，但是那个院长的意思就是负责门神啊，门神，对对对，然后老师是负责那个找人来哈，还有那个赖桂山老师，大家应该很熟嘛，这易经的专家，还有三庆老师也在里面，那因为是好朋友的关系，就被拉进来了。那陈毅老师是三庆老师的学生，我们到了第3代，李淑茹他也被拉进来了，因为艺人老师太忙了，他不能来，就弟子赶快上。对，所以那个还有阿才，这郑阿才老师。他也会然后我们找了他另外一班朱凤玉朱老师，因为现在他老爸爸24小时要照顾，所以他又找了他的学生王祥云老师，明天要上场。祥云老师大家应该很熟了哦。好，他弄这样。对对，那如果同学们有兴趣的话，我们这边有 QR code， 你现在可以马上找一下前面。对，你看用什么方式把它留下来了？哦，好，那我们就放可是他边没有其他同学没有按那里哦。那还是说，看你弄一个，然后让你们可以确实这样公告出来一下，就这里。哦，对，那就请看看有谁可以。来对，这样说copy一下这个。对，来，那个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方法。我们已经有6集，6集就是36个讲师讲的内容啊，都有 PPT， 都有文字啊，这样。所以有兴趣你可以就马上上去，免费的。那如果以后抱歉到台中，已经不知道民国哪一年，我不知道我还在不在啊？希望我长命百岁，因为我们每一年只办1个县市，明年是嘉义县有4个宫庙营，然后后年是云林县，高雄再问我说等到后年。好，那个我们到时候会把那个连结的那个 QR code 放在我们的频道上面，那同学们可以直接就在上面上去之后就可以连到那个就可以找到那个 QR code， 同学就可以连。就用这个，你就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完整的六次的那个内容，是这样，好不好？好，希望大家，如果你有一天找不到工作也可以。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是，有一天我们也要让他认证，然后你就是解签师正式的这么一个国家考试期的，就好像现在礼仪师一样。不过那是另外一个，但是是有可能。